Hello， 大家好，我是 John。今天呢，我想要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好讨厌自己的时候该怎么办。首先呢，我想和你们说，穿越了黑暗，我们就能够到达光明。只有经历了那些黑暗，你才会真的去挖掘你的内在。所以呢，恭喜你在成长的道路上面正在向前迈进，不要放弃，继续走下去吧。当我感觉到很讨厌自己的时候呢，通常是我的情绪已经非常的低落，会看自己不顺眼，就是自己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不够好，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或者是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就会觉得我明明可以处理得更好，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些方法呢，是我身边的人告诉我的，有我的室友、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我读的一些书里面讲的。我自己试过之后觉得蛮有用的一些方法，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呢，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不管它是低落的情绪、烦躁的情绪、很讨厌自己的情绪、很愤怒的情绪，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看见，你要去看见它，然后跟它对话。对我来说很有效的方法，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看见这些情绪。当你很生气、很愤怒、很烦躁、很低落的时候，你要去看到这些情绪，而不是把它推到一边，要去好好的感受它们。如果把它们推到一边的话，没有办法打从心里的快乐，因为不管你表面上有多快乐，心里面还是有那些不开心的情绪被你压在底下，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打从心里的接纳自己。因为情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嘛，我们要去认识这件事发生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你要去认识他们之后，你才会知道你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当我们好好的认识到这些情绪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开心的感觉的原因了。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 let it go 了。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做到，对吧？我就是这么觉得啊，我就是这么讨厌自己，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喜欢啊。难道你说要我 let it go 我就 let it go 了吗？如果很难做到的话，就想一下这些想法是真的吗？例如，当我们开始在批评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我现在贴在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是真的吗？是客观的认定，还是我们主观的一种认定呢？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主观的世界中，但是我们还是要试着去想一下，我现在想的这些事情是真的吗？我现在在想的、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到底是我想象出来的呢，还是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也可以想一下，什么样的想法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什么样的想法是削弱自己的自信。我会想一想，我告诉自己的这些话，我告诉自己的我的这些缺点，到底有帮助到我吗？是我想要的吗？还有，这是对我的成长有帮助的评论吗？自己是我们打从出生以来相处最长时间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跟自己分离。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跟自己绑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够爱自己的话呢，可能就会活得不快乐。我们要去相信，只要存在就是有价值的。一个人有没有价值，不是他对社会贡献了多少。因为我认为每个人都在自己人生的旅途中都在面对不同的困难。我去年春天的时候上了一堂课叫做 Abnormal Psychology 变态心理学，那堂课就是带大家认识不同的心理疾病。老师在第一堂课就讲了一句话，他说Be kind to everyone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at battle they're fighting with. 善待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正在与什么做抗争。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像物理的状态一样是
很容易去观测得到的。所以既然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自己的困难要去跨越的话，我们应该要善待每一个人，也更应该要善待自己。想想看，我们的朋友、亲人或甚至刚认识的人有着跟你同样的烦恼向你倾诉的话，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你要怎么安慰他们？不要去评判自己的感受，比起去批评自己的感受，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想那样想，这样做那样做，不如去肯定自己的努力。瑞典经济学家道德马哈曾经说过，在你登顶之前，不要去衡量这座山有多高，登顶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座山竟然如此的低。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很有趣的是，其实我可以很肯定的说，那座山真的不低啊，因为当我在努力爬那座山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那座山真的非常的高。对我来讲，那是我努力爬过去的成果。我努力爬得那么高，我正在爬的时候，我感受到这座山很高，并不是幻觉啊。虽然我们人总是想要爬到更高的地方，达到更高的成就，但是也要take a moment来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已经爬过的那座山，去认可自己。哇，我已经爬得这么高了，意识到了解到自己的成就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去认可自己的努力就是产生自信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在陷入低潮的时候，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去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身体、心理、意识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饱，有没有喝足够的水，有没有运动，有没有晒太阳。还有我们也要适当的给自己不开心的时间，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去跟这些不开心的感觉相处。虽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 let it go， 但是 let it go 跟把它压抑，把它挤到旁边去不理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真的好好的花时间跟这些情绪相处，告诉他我看见你了，给自己一些时间去不开心，给自己一些时间去面对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情绪，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沉淀。不要一直去逼自己一定要马上变得开心，因为沮丧的我们也是我们，试着去接纳这样子的自己。以上就是我面对低潮的时候会跟自己说的一些话，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出勇气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爱自己。那就先这样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个喜欢，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下次见，拜拜。想想看，我们的朋友、亲人，或者是甚至外，